Hello， 大家好，我是东来。今天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再来聊手上这只劳力士啊，也就是传说中的大金劳啊。这个劳力士这个品牌呢，诞生于1905年，差不多到明年都已经120周年了。我估计明年也会出一些非常特别的限定款啊。然后这个劳力士呢，实际上它并不算是这种超一流的这种豪华腕表品牌，因为它的整体售价各方面相比百达翡丽这种品牌，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呢，顶不住的是劳力士一直都是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腕表品牌，就是到现在几乎很多热门款式也是一表难求。你现在随便去任何城市的一家劳力士专卖店，你可以看到里面这个柜台啊，几乎都是空的。一些热门的运动款，那几乎是不可能买到的。我今天主要聊的呢，就是我手上戴的这一只金色的款式啊，这里还有一只，这个呢也叫做劳力士的滴滴。滴滴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英文名字 Day Date 的一个简称。Day Date 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星期日志型。这款表呢发布于1956年，这个是当时市面上第一只可以同时显示这个星期和日历的表款。那么这个劳力士大家知道，这个各种款式非常多啊，但是大家公认的真正的劳力士全家的旗舰就是这个滴滴，也就是星期日志型。它有几个特点啊。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刚才说了金色嘛，首先这个滴滴啊，它的这个量产款全都是贵金属制成的，包括有这个黄金，然后有这个白色黄金，玫瑰色的黄金，还有这个 PT950的铂金啊，全都是用这个贵金属来制作，几乎是没有这个钢款。大家知道最近这个金价是非常夸张的啊，很多人都疯狂的买各种黄金制品，它确实呢有一定的这个抵消通胀这种保值的感觉。那么这样一块纯金的这个腕表，它其实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滴滴呢，它有几个这个外观设计的特征。首先第一个，正面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官方叫做三角坑这个外圈，然后那个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狗牙啊。然后这个是当然是很多劳力士正装款的手表都有的特点。然后第二呢，有一个滴滴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表带，它也是一个18K 的黄金，然后呢，它是叫做一个总统链，它这种圆润的3节的这种造型是只有这个劳力士滴滴才拥有的。需要留意的是，这个纯金的表啊，它其实并不是这个24K 的纯粹的黄金，因为这个纯粹的黄金它很软，你用在做手表的话，它确实是这个硬度是达不到要求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纯金表用的几乎都是18K 的黄金，也就是差不多黄金含量在75%的样子，里面加入了一些其他的金属来提高它的这个硬度和耐用度。像我手上这2只这个金表，一只是1978年，一只是1982年出厂，都已经整整40年了，外观看着依然非常漂亮，而且结构也是非常的耐用。好，关于这个滴滴的尺寸呢，我们经常都叫它大金劳，对吧？实际上它的传统的尺寸并不是特别大，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36毫米这样一个表径。实际上呢，这个表径在上个世纪就是男士款的最主流的型号。进入2000年以后呢，像这些各种这种运动款的表陆续开始流行以后，这个尺寸才慢慢开始变大。你比如说像这个劳力士的，我手里另外2只，你比如像这个迪通纳，或者是这个海史，或者说这个水鬼系列，它几乎都是一个40毫米的表径，甚至还有现在扩大到41毫米，甚至像什么鬼王44毫米。但是这个滴滴它最经典的尺寸一直都还是在36毫米，就很多人会以为40毫米以下都是这个女表，其实不是。上个世纪最经典的男表其实都在36毫米，特别是这种正装款的手表。就36毫米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像我这种手腕相对比较细的，它戴上去就比较和谐。当然，如果你手腕特别粗，你可以选大一点的这个表径。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
我们穿一些正装，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冬天穿这种长袖，这种36毫米的尺寸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收进到你的袖口的。那么关于这个劳力士的滴滴呢，它实际上现在也有2款尺寸，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新发布了40毫米的这个劳力士滴滴，它就会更大一圈。那么40毫米呢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对于一个体型比较大的人来说，它确实比较合适。然后第二呢，就是说40毫米的它这个表啊会更重一些。像我手里2只这个早期的这个滴滴啊，它这个表带实际上里面是一个空心设计，它的黄金含量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这个当时我手上这2只大概的重量是在130克左右。那么像这个最新款的36毫米的滴滴大概是在170克左右，那么最新的这个40毫米的话，它的重量差不多要跑到200克了。所以从它这个佩戴的舒适程度来说，我觉得反而老款会稍微舒服一点。那第二呢，如果是单纯从它的这个金属价值来说，那肯定是新款的实心表链，甚至是40毫米的，因为它重量更重，对吧？我可以说它完全是化成水都还要值不少钱。因为这个劳力士它非常火爆啊，所以它也有伴随来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谐音梗，对吧？你比如说劳力士这个劳，很多人他就是和这个捞，海底捞的捞，这个谐音。然后呢，你比如说我手上这2只滴滴，它是金色，对吧？然后呢，它里面又有镶嵌这个钻石，所以别人叫这种表叫做有金有钻，很有意思。所以对于这种做生意的朋友来说啊，手上有一只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吉利。然后这种金色比较亮眼的设计呢，确实它的社交属性也很强。就怎么说，像我刚刚说的，就劳力士它其实比不上百达翡丽这种非常非常奢华的这种价值非常高的这种品牌，但是像这种大金劳滴滴，它的这种认可度确实也是非常的高。这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啊，年轻一点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金色看上去俗气，对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这个内心对于黄金的这种热爱，慢慢就激发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中年人逃不过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大金劳。OK， 我们来做一个尾开箱啊，这个是一个1982年的这个劳力士啊，它的包装就是长这个样子啊，非常小巧，有一些很漂亮的石头纹理，跟这个最新款现在的样式还是不一样。直接打开纸盒，好，里面呢就有一个小本子啊，像一个护照夹一样。打开以后，里面这一张就是它最重要的，当年叫做出生纸。只不过呢，现在最新款的劳力士会是一张塑料的卡片，这个东西是你整套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配件。它除了这个能有一个保修的作用以外，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它的一个身份的证明，里面有它的编号和相关的信息。你比如说像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1982年是在香港的这个手表店，这边呢有它的编号。这个证书啊，在你比如说做一些手表交易啊、二手交易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一个凭证，表示你这块表差不多是一个最原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千万要收拾好。OK， 接下来呢是它的一些这个和保修服务中心有关的一些小册子。这个是它的说明书啊，看这个封面就非常浮夸，真的是全金的感觉。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看一看里面啊，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些表带的介绍啊，没事儿可以翻一翻啦。这个也是，看当年劳力士的大楼还是长这个样子的，现在早就已经重新换样子了。好，所以这些东西大家一定是要记得。千万保管好，这也是一个大全套的劳力士最重要的东西。好，里面呢就是它的一个锦盒，也是绿色的，可以看到80年代这个款式是一个皮质的，上面还有一些纹理，还蛮特别的，和现在最新款的塑料盒不一样，它比新款的小很多，但是蛮精致。来，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打开以后，你首先可以看到2个吊牌，这个呢就是这个天文台认证的一个吊牌，基本上现在劳力士里面都有一个，然后这个呢是它的商品标签的一个吊牌。好，我们继续打开啊，它以前老款是这样绒布的，哇，打开以后这个绒布，你就可以看到整块表的全貌啊，真的是非常的耀眼。这只表到今年都已经42岁了，状态保持的还不错。OK，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首先可以看到这外面这个我们叫狗牙的，就外面这一圈也叫官方叫三角坑的东西，在有光线的时候，哇，这个光泽真的是非常的绚丽。然后我手里这一块呢，算是当年一个比较特别的盘面。这个玩劳力士 DDR 主要就是玩它不同的盘面，像这个呢就是一个血红色的渐变，再镶上这个钻石，所以说是非常的耀眼。那我手上戴这一块呢，也是一个特殊面，它是一个蓝色的渐变镶钻啊，非常的漂亮。然后再看它的表带，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总统链，它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设计。这边有一个可以看到它的小皇冠，就一只 DDR， 你看它成色新不新？第一，看这个表带它够不够直挺；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前面的小皇冠的磨损情况啊。然后里面呢，我们在它的背面还有表带的内侧是可以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标记，比如说有黄金 18K 啊，有 AU750，表示它是一个黄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在这表带的内侧，你可以看到一个盾形的徽章，你仔细去看，是一个女性的侧面头像。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贵金属标记。很多人就把它叫做女王标记。这个女王标记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女王，也不是一个女皇，它实际上是一个瑞士国家的象征，它叫做赫尔维蒂亚，它是一个护国女神啊。这个就是贵金属标记。那么这个东西要留意呢，就是这个女王头像啊，它是在1995年以前的这种贵金属，比如什么黄金呀、玫瑰金呀、铂金呀这些上面会有这样的女王标记，但是在1995年以后，这个标记就改成了一个叫做圣伯纳狗头的贵金属标记，它就真的是一只狗的头的造型，这个就是一个贵金属的标记。OK， 这个实际上手的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像这一款老款的话，它因为这个表带里面是空心，所以它只有130克左右，所以戴在手上是非常的轻便。我的手腕是相对比较细，所以戴这种36毫米的就非常舒适。如果我戴一个40毫米的正装表，我认为这个视觉比例就不大合适了，反倒是要像旁边这种，比如 Daytona 这种，如果说运动款我戴一个40毫米，那它是合适。还包括旁边这一只海史，老款的海史，它其实也是40毫米，运动款我觉得40毫米是 OK。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表款的选择，或者说一些入手的建议啊。我是觉得像这种年代稍微远一点的劳力士 DD 其实是非常适合入手，因为它的二手价格非常的合算，基本上10几万人民币你就可以搞一块成色不错的。只不过呢，有一点要留意，刚刚我提到过了，我这2块的这个劳力士的这个 DDR， 它都算是一个特殊盘面啊。这2个盘面其实在现在已经是找不到了这种彩色渐变的感觉，它只有在70、80年代才有这种盘面。那如果说你去收二手，一定要留意这块表的盘面是不是原厂出厂的，是不是后改的，这个会给它的价值带来很大的差别。那么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如果说你能收到一套带这种证书大全套的，带出生纸或者说是保卡的这样的劳力士，相对而言它就会靠谱很多。目前国内呢也有很多这种鉴定的机构，你在交易之前是可以送过去检测，不然的话这个表你如果买到了后期改制的话，它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好，然后呢，像这种70、80年代的，那就是得看它的品相了，
看外面有没有这个打磨翻新的痕迹，表带是不是足够的紧致，不是那么的松垮，同时表节是否齐全，这些东西都影响它的价值。那么我是认为呢，像这种老款的滴滴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刚刚说了100多克重，你就算是化成了金水，它都得值好几大万。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当年就很多港片说这个跑路款嘛，就是带这种表，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最新款的话呢，价格确实就要高不少了，基本上这种全金的价格，公价基本上都得在30万以上。你收一块20毫升色的，那也得20大几万。那么反正我个人呢是觉得这种老款的手表啊，确实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像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玩一些老款的手表，包括我手里这个 Daytona， 还有这只海史。你比如说这只海史，它也是一个1982年的款式，可以留意到盘面里面的这个夜光标记和现在的都不一样。这种就是当年的这种英文叫 matte， 也就粗面，我们中国一般叫高面，膏药的膏，它的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夜光的质感。又比如说这一只迪通纳，它也是一个90年代的款式，可以看到里面的3个白色的圈儿，它已经有点氧化，微微泛黄，就这种古早味道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当然，如果说是一位新手呢，我还是推荐你去买最新的款式，这样的话呢，最安全。如果说你喜欢这种二手的，特别是这种老款的，有一些叫做古董劳的东西，那你确实得自己要学习不少的这种手表知识，以防被坑。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劳力士确实是一个非常香的品牌啊，它拥有非常经典的外观，然后非常坚固的结构，而且还有非常不错的这个保值属性，甚至有一些款式还有理财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有合适的预算的话，确实是可以考虑。好，今天我就和大家简单的聊聊这个大金劳。如果大家还对别的东西有兴趣，希望我聊的呢，也可以和我留言让我知道。然后呢，如果说你对这个腕表，特别不管是全新还是二手的腕表，特别机械手表都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东来军火库名表这个号，上面还是有蛮多东西的，欢迎大家来观看。OK，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